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禾夏叔。此刻您看到的呢是2025年本频道的最后一期节目，这一年即将结束。此刻我手上夹的这支烟，它的名字叫做和天下，是一个中国朋友送给我的。这徐徐的青烟，仿佛就代表了我对2025的思绪万千。有很多熟悉本频道的老观众问了我2个问题，最近，第一是，叔，您的画面是加了什么滤镜吗？为什么总是蒙着一层薄薄的雾呢？这不是雾，而是冬天录制的时候，我吸烟没有开窗户，使得您看见了镜头前面的烟雾缭绕。第2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就是很多人震惊于我的改变，为什么180度大转弯？你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是你的家人在中国被中共给绑架了吗？是你在中国的财产被冻结了吗？是你给中国当了大外宣，每个月去领那个所谓的4万欧元了吗？上述的任何一个故事版本，如果听了以后能让很多人心里获得暂时的慰藉和平衡，那您就去选择相信好了。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是我自己这一年的心路历程。我之所以愿意把它分享出来，是因为我坚信，这种心灵轨迹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很多人的，是很多中国大陆同胞的，甚至也包括了一部分台湾朋友的。更夸张的说，这种转变也是全世界的。半年前，就在这同一个频道，你看到的还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博主，每一期的内容都差不多，都是说中共的坏话，最终的结案陈词是中共即将土崩瓦解，经济崩溃。有很多人怀念那个时候，感叹说那个时候你的视频水平多高啊！我不愿意看你现在的节目。客观的说，我过去的视频水平高吗？你知道我自己看我自己过去的视频什么感受吗？羞臊。我羞臊的想钻到地缝里去，我觉得那是我吗？但那确实就是昨天的我。我惭愧，我对不起很多曾经相信我的人，相信我说过中共即将土崩瓦解的人。如果人家因为相信我的话，去盲目的选择了出国，去盲目的选择走上了一条并不舒服的人生不归路，我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们不要谈理想，不要上价值，不要扯那些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我们就站在此刻这个历史节点，问一问：中共崩溃了吗？中国解体了吗？如果你的答案和我一样是 no， 那么你也应该学习我此刻的这份勇气，去跟你身边的人说一声对不起。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我的思想有了这样艰苦卓绝的改变呢？也许你们看到是一夜之间，因为你们不是我，人生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心态所有的变化冷暖自知。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清楚这一切的思想改变，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集中爆发在了2025年。外界所能看到的永远都是水面上的翻涌一瞬，你们看不到，在别人的内心深处，水流其实早已改道。而这种改变绝对不仅仅只有我一人。And do so in a way that continues to allow us to find productive ways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ook, there'll be tensions.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I mean, at the end of the day, China is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 rich and powerful country and a factor in geopolitics. We have to have relations with them. We have to deal with them. We have to find the things we are able to work together on. And I think both sides are mature enough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will be points of tension now and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Our job as part of responsible statecraft is to find opportunities to work together, because I think if there's a global challenge that China and the U.S. can work together on, I think we can solve it. And there'll be points of tension. We well recognize that, and our job is to balance these two things. I think both sides understand that. And I think we can do that. 这个人是谁？我相信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了吧？美国现任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卢比奥是何许人也呀？是近年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反共急先锋。而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19号，美国国会的年终报告上，卢比奥居然说了这样一番话。卢比奥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卢比奥说这番话，他到底收了多少钱？像我这种咖，一个月都能哄抬到4万欧，贵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中共要给他多少钱的月薪？40万还是400万还是4个亿？如果中共的银子
都能买来卢比奥这种咖位的人转头180度的去舔共，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你能买吗？你能出得起比中共更高的价格买来更大咖位的人吗？答案显而易见，你不能。那么如果卢比奥并没有收中共的钱，他的对华政策大转弯仅仅是谋求美国国家的利益，那这就不是个人变脸，而是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天。这就是2025最玄妙也最残酷的地方。每个月都有黑天鹅的事件发生，桩桩件件都游离在我们的想象力之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它，这就是现实。小到一个博主夏荷，大到一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我们自以为是人设的崩塌，而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是无可奈何的地球权力切换。那我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切的呢？第一次发生在2025年的4月份，再一次重返白宫的川普向全世界180个国抡起了关税大棒。这位美国国王每天颠三倒四，朝令夕改，他到底发了多少条推文，我根本记不得了，我相信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这一系列的行为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所谓的普世价值从来都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铁律，它只是被权力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采用过的华丽修辞。在川普的大棒上，我看到的不是他如何去制裁中国，而是看到他如何对盟友的痛下狠手。川普为什么要这样毫不留情？川普为什么要去击毁美国自己炮制出来的国际叙事？因为这套修辞手法成本太高，收益太低，美国已经无力承受。川普虽然外表癫狂，但是内心他一点不糊涂。如果他糊涂，就不会如此清醒的去剥离普世价值观。川普没有背叛美国精神，他只是帮生病的美国重新算了一笔细账。于是乎，他拿起了一把手术刀，直接切割了2个曾经被信奉为神话的理念。第一刀切的就是反共等于政治正确。川普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了，反共只是政治工具，从来都不应该是一种信仰。第二刀切的就是美国的政治盟友。川普那轻蔑的眼神，浅金色的秀发，撅着一个钢嘴儿，说着多么残酷的现实逻辑理论呢？啥叫盟友？盟友只是我们美国账本上的变量。那一刻，我望着川普标志性的舞姿，代表性的 BGM， 我终于明白，连发明这套价值观的美国都已经绝对不会再为这套价值观而买单了。其他那些还活在这套旧梦里的人，不是跟中共作对，是跟这个世界在作对。第二个对我冲击特别大，并且足以改变我观念的事件，就是中美贸易战的对决。所有曾经相信普世价值观的人都相信一个法则，就是任何国家如果跟美国展开经济上的对垒对决，结局就只有一个：土崩瓦解，无力承受，至少得乖乖的跪在地上。我曾经认为中国也会这样子，所以我言之凿凿的曾经说过很多妄语，因为我赌中共不敢。但是这一场关税战让我真的是翻瞎了眼皮，全世界哀嚎一片，全部跪在地上，膝盖咚咚响，只有一个人在东方岿然不动，对着全世界说了这样一番话。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自4月12号起，将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税率由84%提高至125%。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几轮交锋之后，所有的细节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美国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中国反手招招痛杀反制，直接卡死了美国的脖子，捏得川普哇哇叫。最后几张底牌都打出去了，世界秩序
也没有导向我们想象的那个方向，反而让我们看见了意想不到的荒谬。美国不断的修正自我，川普不断的朝令夕改。我开始不情愿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一个判断需要不定的去否定现实来维持自己的判断结果时，这个判断其实就是人心里的一种执念。就像我们看到绝大多数这些网上的反攻大 V 一样，他们勇敢吗？我曾经认为他们很勇敢，而且我还曾经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呢。但是2025年都即将结束了，你再看看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强词夺理，你觉得他们依旧勇敢吗？ No， 他们懦弱极了。他们懦弱的铁证就是他们永远都在恐惧着世界的改变。第三个思想的转折点就是众所周知的台湾网暴事件。网上有很多人经常揣测我的心路历程的时候，都把台湾的绿营和青鸟给它搬出来，说夏河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被绿营的青鸟们给网暴了，气的。因为这股气儿他还没有消，于是他走上了极端，开始跟这些绿营作对，站到了红营里面去。这话您说对了一半，也说错了一半。对台湾的深度观察确实是我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但我从来不想跟青鸟作对。在这里，我想对所有的绿蛙、青鸟、蟾蜍、黑熊们说一句话：你们是2025年我最感谢的人。为了表达对你们深深的感谢，我在这里面敬你们一杯茅台。没有你们，我是不会成长的。如果每天网上都是那些捧着你顺着你的人，你就会陷入在自己的旧世界里面，你永远没有勇气去打碎你思想里的重重滤镜。是人家台湾绿营的朋友们让我再一次的40几岁2度成长，是台湾绿营上下的所有同仁，上到总统，下到网军侧翼，集体发力，让越来越多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个自由文明温良恭俭让的台湾，那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或许它从来都不曾存在过。而真实的台湾，它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破败不堪，每天不停的缠斗，谎言满天飞，谣言当真理，问候别人的生殖器才是台湾人日常的每一天。但是所有被台湾绿营每天称之为支那人的大陆同胞，我们也要有一点心胸，去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他们常年活在中共的文攻武吓之下，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无力对抗，既没有种在经济上跟中国脱钩，也没有实力打造出像中共那样的军事梦之队，甚至更可悲的是，他们连招兵都很困难。于是乎，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来饮鸩止渴，这件事情叫做内斗。民进党政府发明了一个电信诈骗的 slogan， 叫抗中保台。怎么抗怎么保，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那也不重要。总之，这就是一句文革的口号而已，喊就对了。所有的绿蛙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但是却有能力分清楚敌我。面对解放军环岛的飞机大炮，他们束手无策，安静如鸡。但是面对自己岛内的同胞、亲人、家人、朋友们，那下手无比的歹毒，每天都在抓特务、抓汉奸、抓大外宣、抓中共同路人，不讲事实，不看逻辑，只要一个不同意，就是给你扣帽子。OK， 扣帽子也是一种精神自由，你喜欢玩就扣好了。但是荒谬的点是什么，亲爱的大陆同胞？他们经常给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扣上舔共的红帽子，你说这他妈荒不荒谬？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大陆人，在中国生长了40年，他居然给我扣红帽子，这种愚蠢的行为让人笑到躺在地上打滚，笑出了8块腹肌。而为什么他们绿营居然可以每天乐此不疲的在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他们太自卑了。于是乎，他们就像失心疯一样，
在网上天天搜啊搜，搜啊搜，随便蹦出一个大陆人，只要说几句习近平的坏话，说几句共产党的不好，他们就认为说自己找到了同路人，就打赏抖内给人家充流量，像个二逼一样被人家利用着。过几天人家说了一些他不想听的实话，他又开始失望，亲自把自己捧起来的人摔在地上，然后说：我怎么就瞎了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大外宣呢？你怪谁呀？要怪就怪你的自卑，使得你一次一次的周而复始的下贱。你们会长记性吗？不是我瞧不起你们，你们根本不会的。不信咱们就试试。明天从中国大陆再出来10个博主，不管他有没有水准，只要他能说出来我爱台湾，我反共，就会有一群台湾绿色的傻逼去给他们充流量，让他们起号。这在大陆都有专业术语的，叫做养蛙。你知不知道在自媒体行业里面，大家背后是说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好内容可以输出的话，我们就先从养蛙开始起号。谁是蛙呀？谁才是互联网上的免费廉价劳动力呀？你甭他妈看别人，说的就是你，周而复始，乐此不疲，享受着把泥巴捧成古董，再把古董摔成泥巴的过程，你他妈累不累呀？不只是我，所有喜欢翻墙的大陆同胞，我们是不是都得感谢人家青鸟啊？如果没有青鸟这一年的上蹿下跳，丑态百出，一败涂地，我们能明白这些大道理吗？能参悟到所谓的民主自由早已经沦为了廉价情绪的一种洗涤剂吗？你们也得敬人家一杯。如果你们此刻手里没有酒，那叔就替你们代劳好了。因为如果没有青鸟，所有大陆研究历史的学者是没有办法参悟到一个大道理的，就是台湾之所以曾经如此的辉煌，是因为两蒋时代的增长，跟今天大杂烩的民主没他妈屁毛关系。话都说到这儿了，酒也喝了3、5杯了，我就得跟青鸟朋友们掏一掏心窝子了，来论一论我们之间为什么能够好聚却不能够好散。2022年，我因为对疫情政策的不满离开了中国，搬来日本定居。我做了很多期节目去反共，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支持台湾的节目。然后是否因为我的思想有过那样一个过程，你们就误以为我将终生和你们沆瀣一气？是不是？如果你们曾经认为是，其实也不丢人，毕竟你们年轻，毕竟你们是小地方的人，见过的世面不够大。你们天真的认为我们都对中共有不满，就必须享用同一套政治姿态，对吗？我尊重在你们的世界里面逻辑是平面的，但是我想今天跟你们说一句实话，我过去不是不敢说，是不好意思戳你们的心窝子，因为人都有自尊心。你们忽略了一个变量，我是中国人，我此时此刻还拿着中国的那本猪肝红的护照。你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你觉得是我杀心学外语学不会，对吗？你觉得去那些欧洲买个房子就送一本护照的国家，那房子几10万欧元我是买不起吗？毕竟我1个月，那在你们眼里可就是4万欧的人呐。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你们就愣是没发现吗？我批判中共，那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人生存在他的城市、他的国家、他的土地，他都会有不满，这个不满就是要发泄给政府的。但是你指望我跟着你们去贬低中国，去污蔑中国人，加入你们的脱支队伍，你到底咋想的？有这种幻想之前，你也不撒泼尿照照你是几斤几两。中国是什么？是960万平方公里。北京是什么？是紫禁城的红墙碧瓦，是气势恢宏，是文化底蕴。这些东西你有吗？换句话说，你见过吗？你以为你握着一张破选票，
手持一张民主牌就掌握了人类的尚方宝剑，想斩谁就斩谁是吗？你以为中共的不完美就会让你站在世界道德的高地之上吗？你以为每个跟中共有矛盾的人要饭能要到你家门口吗？真要到了，你也满足不了这个胃口。江川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们中国人，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不管生活条件如何，但我们至少见过一个场面，叫做辽阔。见过辽阔的人会被你们 PUA 吗？你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些经历过历史深重的人，才反而不会把情绪当成廉价的信仰。因为自己的世界太小，所以万事必须得先确立一个敌人，那是你，从来都不是我。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一路人。之所以曾经有过是的那种幻觉，是因为当时我们对彼此都不了解。能听懂这样文雅和壮丽的词汇吗？如果听不懂的话，你可以去问一问台湾本岛的那些外省人，你去问问龙应台什么叫做大江大河1949，就是我们的世界实在太大了，即便有愤怒也无法去切断和神州大地的连接。听不懂也没关系，我相信你们都还很年轻，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未来成长的人生道路上能具备这样的同理心，那就是台湾只是一个物产并不富饶的小岛，但是你们每个人依然坚定地说出来那句我爱台湾。那你能不能用同理心去想一想我们呢？我们都是见过千里江山的人，我们凭什么要去贬低自己的来时路呢？真正的文化厚度从来不是什么口号喊出来的正义，而是人在纷乱复杂的世界里面依然有控制边界的实力与定力。2025让我思想质变的第4个要素，也是很多人不想听的，但是我必须得说，就是93大阅兵。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你知道这个完整的视频我看了多少遍吗？4遍。就在9月3号那天，从早到晚我足足看了4遍。
你知道我看到第4遍的时候已经是几点钟了吗？夜里2点，我还在对着电脑看，逐帧逐句的看。我身边没有人，我一个人在家里面看，我足足干了1瓶茅台酒。很多井底之蛙经常嘲笑我，哎呀，夏河被93大阅兵给吓到了。93大阅兵之后，他的态度就急转直下了。93大阅兵没把你吓到吗？如果没把你吓到的话，你他妈军购干嘛呀？花着超高的价格去买着一些不交货的废铜烂铁，你要不是害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93大阅兵展示的所有东西不过都是华丽的空壳子，不禁打，那你为何要挥霍自己的民脂民膏呢？好矛盾呢。而嘲笑我的人又知道我为何而感动吗？因为那些东西能去打台湾，把那些绿蛙打得哇哇叫。你太小看我了，你也太小看中国了。93大阅兵展示那些武器，哪个是为台湾而炮制的呢？宰鸡用得着使杀牛刀吗？炸蚊子需要放东风61洲际弹道导弹吗？我感动的是，曾经被我嘲笑了那么多年的新质生产力，一项又一项的兑现了，就摆在你的面前。为之错愕的不止你，不止我，包括全人类所有的军事学家。大家沉默了整整1天，没有发表任何的社论文章。为什么？因为不认识、不懂，拿不到数据，唯有沉默。你以为彷徨的只有对岸吗？不，最彷徨的是美国战争部。这份成绩单不需要谁的认同，它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结果通知。它不但通知了世界，它也通知了14亿人。它告诉14亿个黎民百姓，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可能活得就跟对岸一样，任由美国予取予求，强取豪夺。我们连个扁屁都不敢放，我们只敢付钱，却不敢问一声你什么时候交货，交什么货。那天晚上，在这种情绪的弥漫之下，我又点开了第2个视频，潸然泪下。钢铁凌空，深渊就在你的脚下。脚下的不是风景，而是残酷而冷峻的现实。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在海外做了这么多年的反共节目，不断的质疑，不断的批判，不断的去鸡蛋里挑骨头，揭示中国的问题，但我却始终刻意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在发展。但还好，我这个人比较勇敢，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凝视，凝视着这些奇迹。我知道这奇迹的背后其实就是实力。我相信所有大陆同胞都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40年的人，我见过这片土地曾经是多么的贫瘠，我知道这片土地的沙尘是多么的粗粝，我现在也知道它的缺陷，甚至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它的阵痛。但正因如此，身在海外独在异乡多年不能回国的我们这一类人，看到了今天的这一番番景象，那种视觉冲击力呀，击垮的不是观念，而是灵魂。那一刻，我终于面对了一个我许久不敢面对的现实，就是祖国真的强大了，是我一直不敢面对。所以此刻在这个岁末年初之时，我必须把话说清楚，就一句：山河在，不在我言。我知道很多看到此处的人内心已经酸得堪比一颗烂了的柠檬，想告诉我，这些华丽的大桥都是挥霍民脂民膏，依旧不能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比它又有什么用呢？但是2025年中国所端出来的成绩单，难道仅仅是几座贵州大桥吗？
在来势汹汹的关税大战里面，中国是靠什么取胜的？是稀土与关键矿产。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被世界封锁了多少年呢？我们谁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封锁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就完蛋了？没有活路，只有贵路。而2025年，中国如何从一个半导体行业里的被限制者，变成了新规则的制定者？这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华丽转身？这种掉头的速度，比我的意识形态180度大转弯好像还要剧烈凶猛。也许你我都不是专业人士，没有办法说出里面的门门道道，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个结果：他做到了。他不但做到了可以不再依赖英伟达，他还做到了对荷兰安氏半导体的全效反制。说到荷兰，大家第一个概念会想到荷兰的阿斯麦光刻机，对吧？而曝光中国 EUV 光刻机正在试用之中的是谁呀？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任何的五毛粉红，而是美国的路透社。路透社到底每个月要收中国多少万欧啊？会不会比我再多点呢？步入了多事之秋之后，他拿出来的成绩单又何止是93大阅兵，还包括了上一期我讲的海南封关。而且也就是在这同一个秋天，川普专门飞去了韩国釜山去见了习近平。几十个国家的政要领导人都在这个会议上，他见完习近平之后，马上乘私人飞机离开了韩国，并且他毫不遮掩地表达，他这次来 IPEC 峰会只为见到习近平。物质如粪土，民主价更高，那他为什么不去顺道见一见赖清德呢？韩国和台湾那么近，是他的私人飞机油不够了吗？他咋就不去呢？在93大阅兵那天的天安门城楼上，你们这些酸蛙每天都说，哎呀，上面的所有的人都是独裁者，不过就是第三世界的盟友几十位。川普也是第三世界的吗？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第三世界的吗？接下来那一大堆要排队访华的世界政要，他们都是第三世界的吗？2026年习近平和川普将见3次面，一次访中，一次访美，一次中间的国际会议。川普也是独裁者吗？他还真是，他是一个通往独裁路上的独裁者，且他是全世界所有独裁者最好的朋友。他已经说过不下20遍了，难道你听不见吗？如果你认为这句话仅仅是下了一盘大棋而已，为什么这个棋子永远都不会落在赖清德的头上呢？因为他根本不是棋子，甚至他连个弃子都不算。我都怀疑川普到底知不知道他赖清德姓甚名谁。正是综上所述的这一系列的事件，让你们看见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之内180度掉头的我。你们也许会用阿 Q 精神自我麻醉说，啊，那是因为你收了中共的红钱，你去舔共了。那我骂了中共那么多年，你们民进党给过我1分钱吗？虽然你们还真的经常给我写 email， 只是我从来不回复你们而已，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 low 了。low 就 low 在连你都看得上啊。你们的人才是死绝了是吗？什么从大陆逃出来的垃圾玩意儿，只要说一句他讨厌中共，你们就都想收编是吗？你们不挑剔吗？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我决定我绝对不会从一个阵营滑向另一个阵营，因为如果你的思想不解放，只是变换阵营，那么你执行的还是那套奴性的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有很多人吐槽我说，你为什么走到哪儿就说哪儿不好呢？那这正是我的勇气和魅力呀，因为我走到哪儿都敢说实话，敢发现不公的存在。我不像你们走到哪儿就跪到哪儿，不是你们太懦弱，而是我太过于勇敢。在中国我敢得罪粉红，在海外我敢得罪反贼，你敢吗？你不敢，所以你也没有能力去阻拦我思想的脚步。
不被任何政治势力和团伙所左右，用自己的眼睛客观地去感受这个世界，包括感受中国共产党，这才是我追求的言论自由，这才是我本来就应该具备的思想自由。2025年虽然是一个肥短流长之年，但是这一年我不是没有收获，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知道，身为一个中年人的我，还有自我思想系统升级的能力。虽然在升级的过程之中，我的手机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不能使用的，是宕机的，但是当屏幕在点亮的时候，那又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已经进入了 next level。如果你有共鸣，大家就在空中，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一路相互扶持，继续走下去。但如果你坚持去沿用那套旧的系统，不想升级，或者是硬件无法支持你再次升级，那么我非常残忍地告诉你，你所坚守的那套道德正义，不是这个世界的未来，而是这个世界已然淘汰的过去。愿每一个观看本频道的朋友们都能带着一个崭新的姿态去迈入崭新的2026。我们2026年有缘再见。